这支影片我们将延续上一支素材梳理的影片，利用 AI 工具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文化主题文章。嗨，大家好，我是吴彦杰，让我们一起写故事吧。我们首先利用上一支影片找到的3笔茶文化素材，一个地点、一位人物、一样物件，利用它们加上 AI 工具，一步步完成一篇主题文章。画面上你同时看到的素材与主题句将帮助你回想创作的起点。我先画出一个故事骨架，5个部分：开场、背景、人物、转折、收尾。箭头连接的是写作流程地图，等一下我们就用素材一个一个的填上去。我介绍的第一个技巧叫做专家提问法。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得到一个品质以上的答案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法。你只要提供4个关键词：角色、背景、任务、格式，在对话之前交代清楚，你让 AI 有一个工作的规格书，它就会表现得比较好。我这里做个示范。你是一位资深的文化专栏作家，我们正在写一篇以日月老茶厂为主题的短文，帮我写出第一段介绍，并埋下主题暗示。150字以内，文笔细腻，适合刊登在杂志专栏。在生成之前，请上网查询日月老茶厂的资料，并先反问我3个问题，帮助你获得更多有助于发挥的资讯。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提问虽然有一些错字，可是不会影响大局，因为 AI 很聪明，它会自己帮你去做理解。画面上 AI 马上提出3个问题，我边念边回答，补充细节后它才开始生成。这样生成的内容会比没有问问题的版本细致许多，也叫做反问法。这时候呢，他问我3个问题，然后我只要回答这3个问题呢，就可以帮助他做更好的理解，这叫做反问法。所以我现在开始回答他。这段文字是聚焦在历史和建筑的氛围，读者的偏好是喜欢感受环境的质感，主题的暗示是讲时空的变革和在地的记忆。我希望语气偏向于抒情怀旧。当我回答完问题以后，我交给他，他就会更加的理解我的需求，然后这是他所做出来的成品。第2个技巧叫零样本问答，也就是我们不给背景，不给范例，直接丢问题，测试 AI 的即兴反应。它很适合用来抽取知识或者是灵感，然后再应用在文章里。所以呢，现在我就直接对它提问：你是一个写作专家，请列出你在写茶的文化故事时常会使用的3种文学技巧。当我把指示交给他，他自己就把这3种技巧列出来了。然后呢，我就可以使用选择题来去优化我刚才所出现的段落。我直接将我的段落呢贴上去，然后在底下加上提问。不过在这里呢，我多一个小的技巧。我在这里先打开我底下的这个加号，然后使用找到画布的这个功能。我打开画布，然后我再放入我的指示，请用你所提出的第1种技巧和第2种技巧来优化我的选项。这时候你可以看到，由于我打开了画布的功能，所以呢，这时候他所写作的东西是我可以进行编修的。我如果不满意某个句子、某个故事，我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编修，或者是进行改写。
都是可以继续在这里呢，把它当成是 Office 的 Word 来进行操作。我也可以让 AI 来帮我进行改写，比如说我要改写的文字圈起来以后，我询问 ChatGPT， 我跟他说，把这段文字使用感官的技巧来让它变成5个句子，并且更加的感人，有结局的感受。这时候它编修就不会整篇文章的编修，而是呢只在最后我所牵出来的那3个句子来把它进行发挥。你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不停的扩展你的文章，然后透过零样本的问答，我还可以再进一步的优化。如果我知道我想要怎么样优化这个文章，我当然可以告诉他，你需要把句子做得更加精简，你在哪一个句子去调整，或者直接在画布上去做编修。但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我教你一个很偷懒但是效果很好的方式，请你用5个维度来告诉我哪里可以优化这些文章。所谓维度就是我们英文里的 dimension， 所以我让他用5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如何优化文章。他这时候呢，他就会在这里直接告诉我一些，提出他的建议。而当你看到建议你觉得特别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使用你的分析的1、3、5来进行改写。你就直接使用他的1、3、5作为进行改写的时候，他就会将他的意见透过零样本他自己所找到的答案来不停的改写。透过这样的方法，你跟 AI 呢就像是一个写作旅程上的伙伴，你们共同的问答，在经过几十个问答之后，你们终究可以找到一个你们共同喜欢的一个文章。接下来我们来加入人物的互动。我想要在这段文字里头去增加茶农还有访客的互动，我同样使用零样本的问答来调出这些可能性。首先再加在哪里，这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我可以加在开头，加在中间，或者是加在结尾，而且呢使用不同的技巧。所以呢在这里我让 AI 自己去告诉我，它会选择放在不同地方时所使用的技巧是什么。所以这时候我下我的指令，在分隔线之后我贴上我的指令，我现在要撰写人物的互动，关于茶农和访客的互动，给我5个建议，放在文章哪个位置呢？或者用什么样的语调来去撰写比较好？列出你的思维链再做回答。我这里为什么请他列出思维链再做回答呢？因为我们在让他提供给我选项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到底是怎么选，他是怎么想。而所谓的思维链就是思考的顺序，他的思考逻辑为何。有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认同他的文字，我们还要认同他的思维逻辑和方法跟我是同步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告诉我们可以放在开头用观察式的开头互动，我们可以放在中段用手作体验式的互动，我们可以放在中后段放在口耳相传式的传播，或者是放在文章的尾声等等。然后他也列出了他的思考的逻辑，他告诉我们思维链的总结是角色功能的分析，茶农是空间和时间的载体，访客是读者的代理人，所以叙事的节奏是从导入、体验、传承、共鸣和收束。如果你也同意他的思考逻辑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在这5个这个思考逻辑下所得到的答案里头去做选择。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按照了他的策略，将茶农领的访客走过长廊的这个故事的方式来加入在这个文章里面了。最后我还希望使用茶农的一个物件来去呼应我们的主题句，并且给这篇文章做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将刚才的文章继续贴下去，同样呢我在这里呢加上分隔线，并且去加上我的指令。我说以被茶农为引子，引出一个情感的转折，并且呼应主题句，为这部影片做出个结尾。在结束时为自己的文字以5个维度进行评分。
这时候他给这个备茶农给他去加一个做个评分。那为什么我要叫他给自己做个自评呢？原因这个叫做自我达成。如果他给自己设定了5个维度，在 AI 呢，它就会刻意的想要去达到高的分数，然后自然就会将品质做一个有限度的提高。而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去进行一个优化，你就说以这5个维度进行优化，让评分提高。这时候他就会自行按照他所做的审美标准来去将这个维度提高。这时候呢，我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提升，并且他给自己就全部打了10分。好，那我们就让他把整个文章再全部写出来。这时候他就会把我们一开始所做的开头、茶农的互动以及备茶农的结尾全部都组装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文章了。画面上是今天完成的短文，用素材拼图法写成的。AI 帮忙铺了细节，但是故事的骨架和方向都是我们自己定的。换掉素材或者是改掉主题句，你可以写出更多不同版本的故事。在我们整体的写作流程中，其实除了刚才所使用的大语言模型，你还可以考虑其他的 AI 工具，像是 Perplexity， 它就像是一个具备即时查询能力的 AI 搜寻引擎，不只能够找资料，还会自动的整理摘要，并且呢，对于补充冷知识和找资料佐证非常的实用。还有像 Cloud 这种长文的生成工具，它擅长读懂结构，帮你整理逻辑，特别适合用来调整段落的顺序、润饰语气，或者是帮你扩写一整段的故事。不同工具各有强项，如果你能根据自己的写作阶段来选择搭配，其实就像请了好几位专家各自支援，让一篇文章从素材到观点都能够更加的完整。让我们总结一下本支影片的重点步骤。1. 我们选择素材和规划故事的结构。2. 我们运用 AI 的技巧生成内容，例如专家提问法、补充细节、零样本问答的技巧，提取更多的知识和灵感。第3，我们用素材中的人物和物件引导 AI 进行更细致的互动描写和情感转折。到这里，我们完成了这支主题影片最后的一步，从文化素材出发，用 AI 的工具一步步的写成一篇有自己观点的专题文章。希望这套方法能够成为你未来创作的工具箱，无论是主题还是饮食回忆、地方故事，还是你想要记录的任何事物，都能够灵活运用。用这个方法写出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看见，让学习能够延续下去。